大家好，我是阿成。哎呦，今天怎么只有你自己一个？今天呢，这档节目叫做工厂幼幼班，这是一个专属于我的节目。为什么要叫工厂幼幼班？为什么要叫工厂幼幼班呢？因为你不是很常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内容吗？对啊，还有很多的朋友也一直在问我们说，我们的影片到底在拍什么东西？为什么工厂里面的一些管理知识这么难懂呢？对啊，因为我有把我们的影片就是给我朋友看，然后我朋友就说，真的看不懂呢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可以讲一些比较简单的流程，然后让大家比较认识工厂里面到底是怎么运作的。对，没错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从哪里开始讲呢？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我会先从3个职能的角色，第一个是业务，第二个呢是生管，然后第3个是仓管。因为他们这3个角色呢，很常在工厂的接单啊、生产制造还有出货的流程，互相彼此的去协作。那我这边呢会做一个基本的介绍。所以只有他们3个的职位是比较重要的嘛？当然还有其他的职位也是很重要的啊，但是呢，我们先针对这3个职能，先去做一个基础的介绍。那未来呢，我们会再把其他的职能的角色呢，再把它拉进来做介绍，不然一次讲太多会听不懂。今天可是幼幼班啊，不可以一次讲太多。好的，没有问题。那请老师开始讲解。好 ，OK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先把我刚讲的这几个角色把它给写上来。好，首先业务顾名思义就是去接订单的角色嘛，所以呢，在这个工厂的管理系统里面，在我们的 ERP 系统里面呢，首先它第一个会对应到的就是订单，所以由业务这边去建立订单这个作业。那订单接完之后呢，会到生管这边呢去展成工单。有生管将订单展成工单。对，但是在工单这边呢，它其实还有一点复杂，就是一般我们会叫做制令。制令的意思叫做制造命令。对，那它后面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制程，就是从制令然后再去拆解成制程嘛。应该叫扩展成制程。对，因为制令的部分呢，它只会告诉你我要生产一个成品出来，比如说像这个白板笔。制令的部分呢，就是告诉你我们需要制造一个白板笔，然后制造一个白板笔呢，底下需要有多少的材料，就这样没有了。那制程是为了告诉你什么呢？比如说像这个白板笔，它本身有分2-3个结构，比如说这个是它的笔盖，那笔盖前面呢还有一个小板擦，那中间呢可能还有它的笔身，然后还有它的墨水夹，然后至少它就分了3个部分。那这几个部分呢，分别都有对应的制造的过程，需要去执行。那这几个制造的过程呢，就会分别用制程单去展开。像这个制程部分啊，最基本，假设我把它拆成，因为我们白板笔是塑胶制的嘛，所以我们会有射出的动作。射出是第一道制程。那第二个呢，我们可能会需要去充填这个墨水夹。所以我写一个充填。那再来呢，因为我们是有很多的零件嘛，所以需要有一个组装。这边简单举例的3个制程给大家参考。所以当一个产品它要制造出来呢，它需要经过好几道的程序。那这每一道程序呢，都有它的制造的名称。那我们就会把它拆出来。比如说一开始我们的白板笔主要都是以塑胶材料为主嘛，所以呢，它就会先经过那个射出成型的动作。当然在这里面还可以细拆很多的部分了。这边我就不一一再举例。对，那射出完成之后呢，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些墨水的液体，那我们会去做一个充填的动作，所以呢就会有的第2道关卡出现。那再来呢，因为原本都是分散的零件嘛，对，要把它们组起来变成一个完整的白板笔，所以就会有一个组装的动作。所以基本上这一支白板笔要做起来，至少要经过这3种不同的制程。那也是我们在工厂里面要怎么样去把一个产品把它制成拆细，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深的学问。那这也是在生管这边他们要去跟研发人员这边去做探讨的。在工厂里面还有研发的部门，那这个后面也有机会呢，可以来跟大家做介绍。所以你看当我们一张订单对应到1张制令工单的时候，它往下会对应到好几张的制程单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做资料收集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生管它会非常的痛苦，原因就在这边。因为只是一个产品，它往下对应就有好多张单据了。那一张订单里面可能不会只有一个产品，它可能会有好多种产品，
可能十几20种。那这十几20种，如果再乘上每个都有5个制程的话，那可能就是几十种、上百种的单据。所以在这边呢，是生管会最痛苦的地方，就是在制程这一块。所以有些公司如果它的制程是相对比较简单的，它就会选择只开制令就好。但如果它的制造过程是比较复杂的，它就一定要展出制程单出来。那制程里面还会再去细分到你是在工厂内部制作的，或者是你是委外给其他的工厂去制作的。对，那这个我们以后再慢慢去讲解这个部分，因为这个还有场内场外的一些管理的内容。那我们再往下来到仓管这边，那仓管这边要做什么事情呢？当我们的制定工单已经开好了，准备要去做投入生产这件动作的时候，需要跟仓管这边去领料因为我要从仓库去领取材料，所以在仓管这边呢，它就需要建立领料单，从我的仓库里面的库存数量去扣账，对，那这边领完之后呢，就可以给生管然后去发派到生产线，透过我们的制程单去进行各个细项制程的生产。OK， 好，那当我们如果已经生产到最后各个制程之间呢，他们还有一个单据要输入，叫做移转单。假设在制造一个百分比的过程当中有3道工序，那第1道制程完成了之后呢，就会再输入一张移转单给第2道制程。比如说像这样，1是这样，2、3是这样。那中间这个箭头的部分呢，就是代表移转单。OK， 好，那当我们已经走到第3个工序了，它是最后一阶、最后一道制程的话，那这时候呢就会变成是回到仓库，所以这时候呢就会有一个东西叫做入库单。所以仓管呢，它输入完领料单发派给生产线之后，东西做完了，最后回到它这边来，就会是所谓的入库单。为什么是先入库？要出货吗？为什么要先入库呢？因为你是领材料去做成品。我这边冲一下。好，好像回到以前补习班老师上课的日子。没错，现在要来当那个工厂界的补教名师。补教名师黄老师，但是字可能要再加强。好，那我们是领材料做成品嘛，所以当我领的时候，每一个库存账呢都是从材料的明细账去扣除，因为我成品已经做好了，所以我要先重新再入到仓库里面来，让仓库知道说我领走的这些东西它是有产出的，对，不然如果他领走，然后他要去销货的时候啊，仓库里面没有这个成品，对，所以为什么要再入回到仓库呢？是因为当我们订单输入完之后啊，底下也都做好了，最后我要做销货，我要 key 销货单的时候，它这边呢要扣的账啊是成品的料号，我不是去扣材料的料号，对，所以我才会说，当你领完材料做出成品的时候，要再回到仓库这边来，对，那等于就是说仓库领了1、2、3这几个材料之后呢，变成了一个白板笔的成品，那这个成品呢，销货单要去做库存账的时候，就找得到这个成品的料号。对，就是一定要成品要入库之后，然后销货单才可以去销掉那个成品的账。对，没错。所以成品入库是为了要给销货单。原来是这样。所以销货单是业务去打。大致上会是由业务去打，原因是因为业务他知道订单里面有多少品项嘛，那销货单的源头其实也是订单，对，所以业务会知道说有哪些的成品需要销货出去，对，但是在制造的过程呢，需要由生管去做管控，对，但生管需要领取的材料，或者是需要再入回到仓库的这些成品，需要由仓管去做协助，对，因为只有仓管才知道说现在仓库里面有多少的材料，那做好的成品呢，也只有仓管才知道要把这些成品放到什么地方，对，就是只要是有关物品在非生产线的地方要去做移动的时候，都是仓管在处理，对，生管只负责在生产线内的所有材料或是成品的物料移动状况，所以藉由他们3个人去互相的协作，就可以达到一间工厂它的从接单到生产制造，然后到销货以及它整个库存管理的过程，这是最基本的。那当然可能还有比如说像
采购人员，因为一开始我们可能要去看到这个原料的采买，这个其实还是需要由采购去协助。对，但其实他们中间还有一些更复杂的协作过程。对，就像我刚提到，就是对生管来讲，它其实在制程这一块，它有分场内跟场外。对，那这个我们之后呢，我们再留在后面其他的单元呢，再个别来跟大家介绍。那今天的介绍呢，先以这3个大方向的职能呢，先让大家明白一下。好，明白了。真的吗？有明白。没有什么想要提问的？我刚刚有提问了啊。这样就可以了吗？可以的。经过今天的讲解，大家对这3种职能有比较了解它的工作内容吗？有。很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呢，会再为大家带来更多的工厂里面职能的角色，他们到底都在做什么事情。相信未来大家搭配着工厂幼幼班来去看我们的工业诊疗室，一定会更了解我们在工厂里面谈论的所有内容。如果喜欢我们这一期的内容的话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拜拜。忘记了，忘记要讲什么。经过今天的，突然觉得好尴尬。经过今天的讲解，大家对这3种职能有比较了解它的工作内容吗？有。我讲什么？我不知道。这样这一期的节目就先到这边，拜拜。订阅、按赞。要订阅、按赞。好，如果喜欢我们这一期的内容的话，请帮我订阅、按赞。